嗨，大家好，欢迎回到白 Sniper 大鱼视角频道，我是 Jerry。那不管您是路亚的新手还是老手，相信大家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或者感受，就是你在那边钓鱼，比如说我在那边呈现一个德州钓组，在那里拖底，拖啊，感到那边好像有点阻力，那边又有点咯噔咯噔的东西，那这个到底是不是鱼咬口啊？我该不开扬竿刺鱼，或者说叫开枪呢？很多的朋友，特别是新手朋友都会有这样的疑惑。所以今天呢，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对于一些最常见的咬口，在不同的用饵或者说是技法上面的一种表现啊，把它归纳整理一下，给大家分析一下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然后呢，最后再跟大家简单的讲一下如何来训练感知咬口。OK。那第一种咬口的话，应该说是最容易察觉，没有人会错过的咬口，那就是什么呢？就是可以用眼睛看到的咬口。那主要就是说水面系和目视钓法。那像水面系里面呢，包括像波爬啊、铅笔波爬啊、铅笔啊。Buzzbait 就是那个叫做水面拖拉机的啊，然后还有双螺旋桨的这个浮在水面上的这种饵啊，然后像空心田鸡啊。等等，水面系的饵，因为你在钓的时候，你钓手的眼睛就会看着饵，这没有人会错过这样的咬口，是不是啊？爆水花也好，或者是仅仅是很轻的一吸一口这样子，基本上都不会 miss 哈。然后还有一种当然就是这个目视，目视的话一般都是在比如说我们钓铲窗这种的话，咬口的话，你基本上就是不是靠手里面的感觉，而是看这个鱼咬饵了，然后你就刺鱼。而且像这种钓目视的话，铲床上的鱼啊，有的时候你根本就是感觉不到它的咬口的啊。那基本上就是用目视的方法是最直接，也是最不会错过这个咬口了。所以这种咬口的话，应该说我不用说太多啊，大家即便是第一次去钓的话，也根本就不用我去教啊，说这个咬口是怎么感知。所以这一类我们可以去先排除掉，结束。那第二类常见的咬口呢，我把它称为是可以感到震动的这个通一下，或者是通一下啊。那在英语里面叫 tap 或者叫 tap， 就是如果您是有这个路亚做钓经验的话，特别是已经钓过这个德州啊或者是这个的时候，你就可以明白我说的这种通或者通一下，就是这种钓组丢下去，然后很慢的再拖啊或者怎么样的情况下啊，那个鱼的咬口你根本就不会 miss 掉的，就是很明显的跟其他的任何的感知都是不一样的，就是噔噔，像有东西在敲你的钓竿一样，噔噔两下啊，或者一下两下这样子。那我把这种咬口啊分成两种，一种呢就是在回卷过程中通一下，这种回卷过程中的这种咬口啊，比较多的出现在这种 spinnerbait 啊，然后 chatterbait、swim jig 就是游泳的这个 jig 啊，然后还有像这个小的铅头钩类的回卷饵，比如说像小的踢尾，我们以前也跟大家分析过了，或者是你的铅头钩加上卷尾区啊，这种情况在慢慢的平卷回来的时候，鱼咬的话一般都是很干脆很直接，而且呢，因为你这个线一般都是绷直的，所以你也不会错过这样的咬口啊。当然啊，还有一种就是这个 spybait 你在比较慢的回卷的情况下，如果鱼的咬口活性比较高的话，那它咬上来的时候你也会感到通一下。那然后还有一种这个我说的这个通一下啊，那个是在比较慢的呈现的时候的通一下。那这种就是前面提到过的比较多的，像德州钓组啊、jig 类啊，实际上基本上所有的软饵类啊都会有这样子的通的一下的这个感知。那这种感知的咬口的话，基本上跟你的控线和你的钓竿的调子啊，还有你的钓竿的感度啊，这些都有关系啊。特别要说的一点就是像这个 jig 类啊，特别像这铅头钩类的东西敲底的情况下啊，都很容易出现这样子的咬口。这个金江的这种电击啊什么，实际上跟这种通一下也是有一点关系的啊。那像慢呈现的话，有的时候这个 jerkbait 也就是抽停饵，它有的时候你在呈现停的过程中啊，它有的时候也会有这个通了一下，这个跟你控线啊什么都有关系哈。但是我觉得基本上来说，这种通一下的咬口啊，都是在鱼咬钩非常干脆，然后它的活性实际上还是比较高的情况下。那不管你是快呈现还是慢呈现啊，不管是你用我刚才说到这些钓组在钓的时候，基本上这种咬口你都不会错过，不会分不清楚、感知不清楚的。OK。
那第3种咬口的常见表现方式呢，实际上就是一种负重感，也就是你的饵啊或者是钓组啊，在呈现回收的过程中，突然间它就感到有阻滞感，然后杆子可能就 load 了。还有一种呢，就是你在呈现的时候，比如说是提饵，做提饵这个呈现的时候啊，然后你提起来的时候就感觉比以前好像重了，这个时候就中鱼了。我们还是分开来说啊，一种就是说回收过程中它突然间就 load 了，就负重了，这种呢还是回卷的这个饵啊比较多啊，特别像那种什么 chatterbait 啊、crankbait， 然后像这个 spinnerbait 啊，这些都会出现啊。那还有像硬饵里面的这个抽停饵，也就是 jerkbait， 那有的时候抽完了以后，你不是停在那儿吗？然后再开始抽第2次的时候，或者是带杆子的时候，突然间觉得这上面就已经有重量了哈，有重量，然后就 load up， 然后鱼就中了。这个时候你前面它鱼咬的时候也没有通一下，什么都没有，然后你也没有做我们后面要说到一个动作，所以你根本就不知道这个鱼什么时候咬上了。但是呢，它已经被你的3本钩给就是带住了它的脸啊，或者是嘴啊什么的，对吧？那这个时候你在带的时候就感觉是有一点重量了，那这个时候就中鱼了。然后小的这些JK 类的回收的饵也会出现啊，突然间就是 load up 啊，然后你就中鱼了哈，这种也挺多的。特别像比如说你这个扒下去沉下去，然后刚到底了以后你踢一下，好像已经中了吧，这个就已经咬上了，对吧？然后还有更多出现这种提饵情况下，它出现这个 load 负重感的这种感觉的是什么钓组啊？就是倒钓，你把它拖一拖，然后放下去，就是松一松嘛，对吧？然后你再稍微把线带起来一下，你看一下杆子中了哈，感觉中了，往后一带，哦，中鱼喽。然后像其他的话，像 Neko 啊，像漂一个无铅的 Senko 啊、Waki 啊，这些都很容易出现这种所谓叫负重感，就是你丢下去的时候没有感到任何的咬口，没有什么通一下，什么都没有。然后你在带的时候，它就有感觉。实际上呢，这基本上还是在你直接下沉到底之前，它就已经接口，或者是在你做前一次跳底的呈现，把它饵提起来以后，把它放下去的过程中，它啪已经咬上了。但是那个时候你可能线是松的，然后你没有做后面我们提到的另外一个动作，然后你这个完全就没有感知到这个咬口，所以说呢就错过了。但是呢还好这个鱼没有吐饵，所以你再把它提起来的时候，线带紧了，你就感觉到这个负重了。这种咬口的话呢，说实话呢，有的时候不是特别容易感知的啊，特别是你在草区啊这些有障碍的地方，你提起来，那个你挂到草啊，或者是挂到其他障碍物啊，也是负重感，对不对？那跟鱼怎么区别呢？那这个呢，我们就在后面会说到 ，OK。好，我们再接着讲第4种常见的咬口，我把它称作是失去对钓组和饵的感知。那什么意思呢？举个例子来说啊，比如说回卷的饵啊，像 VIB 啊，像 crankbait， 像 chatterbait， 你的回收的过程中，你都可以感觉到它的震动，对吧？或者是甚至于像 VIB 的话，你可以听到它的声响啊，等等这些。然后你收着，突然间这个震动就消失了。那很多鱼的咬口，对于 crankbait 啊，对于 VIB 啊，对于你的这个chatterbait 啊，这些都是这样子。就是什么？它有的时候咬的时候，它的方向不对，你刚好没有感觉到它咬的这个过程啊，它可能是就是冲着这个饵很快冲过来，然后把这个饵推向你了，然后你就没有感觉到那一次咬的这个震动，但是呢，这个饵已经被它吸到嘴里面去了，所以你就突然间能感觉到就是这个饵失去了这个震动。那我们再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你暗钓流水啊。比如说我很喜欢钓小嘴，对吧？在水流里面的小嘴，然后最常用的就是那种 tube jig， 小的一个 tube 哈，挂一个 JK 什么丢下去。丢的话呢，一般是从上游丢下去，然后顺着流飘下来，然后比如说我站在这个位置丢上去，它飘下来，然后飘到下游，飘到下游了以后，你知道你这个钓组啊已经被水流一般是冲下游嘛，对吧？你的线一般是有点带直的，这时候呢你就跳的话，一般都一直感觉到这个饵的重量，对吧？但是你跳着，突然间这个重量就消失了。但是你这个时候很明确的一点就是，你的钓组和饵是被水往下游冲的这个水流啊，是一直带直的，不可能有这种突然消失这个感觉不到饵重的情况。那这个时候唯一的可能性就是什么？就是鱼已经叼着你的钓组，叼着你的 tube， 你开始往你这个方向，或者是往上游开始游了啊。
这就是为什么你那个时候感觉不到你这个吊阻的那个情况了。那像这种突然间失去对吊阻和饵的感知的情况，还很容易出现在我们吊阻下沉的过程中啊。举个例子来说，比如说你钓一个地方的深草线，像我在那个大糖果湖上面钓这个草线的话，这个草线一般就是在4到5米的这个草线外草线。那你这个钓阻，比如说重量和饵的大小、轮廓这些确定的情况下，一般你心里面都有数，多久沉到底，对不对？那你有的时候钓下去哦，半天还不到底，怎么回事啊？就是鱼在半途中啊接口了，这个时候你必须要刺鱼啊，这个我们回头讲到刺鱼的时候再说吧。那这就是这样子，就是你突然间也是失去了这个对钓阻的一个感知哈。还有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下沉的时候会故意松线，对不对？因为这样子的话，一个可以说如果是华谦德州的话，可以让它坠饵分离。我们以前跟他提，我把这个视频链接放在右上角哈，关于德州钓阻。还有一个就是你松线的话，可以让德州钓阻这样子垂直的下沉嘛，对吧？这样子的话基本上你是松线到底的，对吧？但是你在提的时候，有的时候线怎么紧都紧不了，为什么？实际上你还没到底，这个鱼已经咬了，咬了以后呢，你这个下面一段线松出去的全部都是那个饵，实际上在半空中嘛。这样子的话，从饵到你这个距离，实际上比你线放出去的距离要短很多，所以你要收半天。这个时候你就不要再犹豫了，赶紧扬竿刺鱼了，这就是鱼的咬钩了。OK， 所以我们看到了有些咬口的话，特别像我刚才提到的那种突然之间失去了对钓阻和饵的感知的这种咬口，实际上是比较刁钻的啊。对于钓鱼人来说，实际上是比较不利的啊。特别有些情况还伴随着什么呢？就是这种咬口的出现，一般还伴随着像鱼咬了以后马上向你冲过来这种情况。所以这种情况的话呢，如果你不能很快的或者是第一时间的掌握到这种咬口的话，要么就是你后面刺鱼了以后对你刺鱼的位置刺鱼的深度等等，这个刺不牢鱼跑鱼要么就是甚至于在你真正感知到咬口、知道这个鱼咬钩之前，这个鱼已经把饵给你吐掉了，所以你根本甚至刺都刺不到它。所以我们必须要避免这种情况才能增加你后面做钓这个成功率刺鱼的着钩的成功率。所以我们怎样来提高自己在实际做钓过程当中对于咬口的感知和分辨能力呢？有以下几点我们实际上可以训练或者是作为一种功课的。那这部分内容呢，我们就留到下回具体分解。那最近呢，有不少观众给我提建议，说我这个频道呢应该多花好功夫来做点美工，然后做得漂亮一些。首先呢，我非常的感谢这些观众给我的建议和大家对我的厚爱我非常需要这样的反馈。所以大家如果有什么希望的话呢，就尽量给我留言 ，OK， 或者是给我的私信发信箱或者在脸书上抓我什么都行然后呢，对于这个美化的问题，我稍微回应一下那其实我是真没把大家当外人。这怎么说呢？就比如说我们请亲朋好友到家里面来吃饭，那自己下厨做菜的话，首先要考虑的就是保证原料的新鲜肯定会买最新鲜的海鲜、最新鲜的肉禽，对吧？最新鲜的蔬菜。然后呢，保证用料足、用量大，然后大家都吃饱吃开心这样子会比较爽。然后可能会很少有人就请吃家宴，自己下厨的话会去花个功夫考虑一下，我是应该买白萝卜呢，还是胡萝卜来雕刻一个凤凰，放在这个盘子旁边菜旁边摆盘，是不是？所以这个呢，就好比是我的频道，我这个频道的话就是请大家吃家宴，所以呢，我现在首先要考虑和保证的就是这个频道的内容的质量。因为我自己也是从新手走过来的嘛，所以我很清楚这个少走弯路的重要性。然后当然了，有精力的话，我肯定会做适当的这个修改和这个美化。好，废话不多说，我是大鱼视角频道的 Jerry， 实战实用是我频道的宗旨。如果您喜欢我的影片，请一定记得点击关注订阅，并且打开小铃铛。大鱼祈愿，我们下次再见，拜拜。